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节目一开始，先欢迎来宾陈立伟、蔡正元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士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在中东局势，我们要赶快来聚焦。现在伊朗炸了荷姆兹海峡这边之外，现在会出动亮相的2款新武器。今天会带观众朋友特别来看到，包括了尼什飞弹，还有这一款是 AI 的水下无人机，全部都要上战场吗？接下来也会关心到是这个荷姆兹海峡的部分，美军现在希望组成一个7国联军一起去守护荷姆兹海峡，但是盟友现在都躲着不动作，等于是美军自己要孤军护航吗？川普还拿川习会来做威胁，中国、中俄是否也卷进了这一场战争的火药库？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要赶快来看到最新消息，是这个伊朗革命卫队15日发动了新一轮54轮的真实承诺4的一个行动哦。首度就是动用到了尼什这一款中程弹道飞弹，打击的目标包括击中了以色列和特拉维夫多个城市。当然，现在以色列它的这些整体里面的死伤资讯是完全封锁住的，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真正得知。但是确定的是有击中这几个地点。这一款尼什飞弹，因为是首度亮相，也稍微带观众朋友来了解它的小档案，包括它是固体的燃料飞弹，射程落在2000到2500公里，可以做随时的机动发射，准备时间相当的短。那么刚刚特别提到，就是击中了以色列的要害。再来看到第2款，同样也是首次亮相的，就是它的电动水下无人机了。这个是阿兹达尔，搭配 AI 作战，最关键的地方是它是做锂电池无声的，可以在水下潜伏最长时间达到4天。作战的范围超过了200公里，现在被解读会被美军视为是它在荷姆兹海峡的一个新噩梦。这2款武器应对到了来自于伊朗的威胁。来看到美国方面也有所动作了，派出了是从这个海军陆战队大约是2500名的士兵之外，还包括派出他的这个两栖攻击舰，这个是迪黎波里号前往中东地区。另一方面，现在呢，川普也拉拢他的盟友们，总共是6国的盟友，包括了中国、法国、日本、南韩、英国，要求他们派自己的军舰来护航荷姆兹海峡。而目前为止，只有日本一国是稍微有回应，说这个态度是审慎来做考虑，其他国家几乎是默不作声，或者是说不愿意加入啊。再来，川普威胁的对象还有北约国家。他说，如果北约你接下来不协助我们来保护荷姆兹海峡的通畅的话，将会非常糟糕。并且呢，他也说了，原定我要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的这个峰会，现在碰到这种状况是可能延后的。伊朗革命卫队则是发出了最新声明，美军有种就把你的军舰开过来吧。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特别关注到伊朗的这2款武器，刚刚讲的尼什弹道飞弹，还有这个 AI 的水下无人机阿兹达尔，战力有多强？美军能守住这个荷姆兹海峡，那么避免成为海上噩梦吗？吕舰长怎么看？这个尼什跟以前它的弹道飞弹最大的差别也就是这么长的一个射程，可以远达2000到2500公里，但是呢，以前的通通都是液态的这个燃料，那现在这个是固态的。固态跟液态最大的差别，也就是固态只要它完成举升之后，它立刻可以发射。那液态的话，它要先加注燃料。那加注燃料其实是一个非常耗时的过程那而且呢，它这个燃料车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非常的危险。那如果我们来看这里面没有一款飞弹是尼什那也就是我们是做出比较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以前的例如说距离比较短的，那它的这一个多半都是固态的。那液态的话呢，我们感觉起来它的射程比较远。可是呢，实际上来讲，它的缺点我刚刚已经提到了。那这一个距离，我们讲到说，其实它到以色列它要攻击以色列的话，其实它并不需要这么长的一个射程。那它为什么还要用这个2000到2500公里的射程？最主要的，也就是它要那个速度，也就是当我的这一个弹道飞弹呢，我的弹道的那个
塑造越高的话，那其实它返回的速度越快。那也就是像我们刚刚拿的这一张啊，也就是当那个它直接打到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它的速度其实会让以色列现在所有的无论是爱国者萨德或者剑士2、剑士3，完全没有办法反击。而且它再配上我们讲到这一种也就是见证者136的这个无人机，其实这就进行一个饱和作战的话，那其实就是这种攻击模式，其实会造成这个战斗系统的饱和啊。那另外我们讲到说这个阿兹塔尔的这个电动水下无人机，那我们现在还不确定说它是真的是攻击，还是它只是现在拿出照片来做一下这一个进行认知作战，让大家觉得害怕。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如果说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一个型别来讲的话，现在大家都拿 AI 来说事啊，对，大家都说 AI 怎么样，可是 AI 它需要学习，那它需要蒸馏，那它才知道这种攻击模式是什么。那如果我们来对比啊，说之前这个在泰国的货轮被打到的这个状况，因为它有比较清楚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尾部的照片，它在水线之上，可见它不是被这一个水下无人机打到，因为如果是水下无人机命中的话，它的洞就在水下啊。那而且呢，那为什么会打到这个位置？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的看啊，这个流体力学来讲，它到达这一个车叶这个部分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上扬的部分，那是因为车叶的旋转造成的一个吸力啊，所以它会直接撞上这个。那它撞上车叶或者是舵轮的话，实际上来讲也瘫痪了它的可能性。那我们刚刚讲到说有关于这个阿兹塔尔，那当然我们对于伊朗啊，不能够太为小看它，因为其实它的大学或者是它的研究机构，而且凭借着它被这个经济封锁这么多年了，它还可以有现在的这种打法，平均一天发动3次的攻击啊。那如果这个的话，那它必须，如果我们讲说一个水下无人机，它要能够成功的攻击，除非是它在空中有这一个无人机的配合，不然的话，它就要有非常完整的，无论是在声学或者是有关于说这个船只通过的压力的特征，或者是我们讲到说这一个有关于这一种部分的除了压力还有磁性之外啊，我们来看这个是去年啊93阅兵的时候，解放军所展现它的一个囊夹式的一个水雷，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在这个头上面啊有非常多的这一个征收的装置。那我们如果说按照它的构型来做分类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白色是一组，黄色是一组，红色是一组，也就符合我刚刚讲的有关于声纹或者磁性还有压力的部分。但是我们讲到说有关于这一个霍姆兹海峡哦，那是不是能够掌握？其实跟海流有关啊，你要放什么水雷都跟海流有关。为什么之前放水雷都不会跑到印度洋去？因为它这外面是有涡流的，也就是它绝对都会被挡住在这个里面。所以任何一个沿岸国家要使用水雷或者是水下无人载具的话，必须要对于水文或者是你的对手的声纹、压力、磁性要有一定的了解。好，面对美国现在面对伊朗的这一场长期消耗战哦，还包括了水雷战，甚至伊朗寄出的各种的黑科技武器。那美国方面呢？美国最近找上了这个说要组成的6国联军，一起来守护荷姆斯海峡。结果北约对他冷眼，那日本还稍微说，我会考虑一下这样子。那为什么这一群盟友现在只能旁观吗？这是第一个问题，请教委员。第二个问题就是美军派的这个迪黎波里号，它的战力到底为什么急派从日本派过来？委员怎么看？我先说明一下伊朗的武器哈，尼什这一款弹道飞弹不是新的东西，是2008年就试射，2009年就服役，只是他没有拿到战场上来秀而已哦，差别在这里哈。它没有特别先进，
我们知道现在战争最大的特色在什么地方？防御的东西精准度要非常高。比如说你要打下一个尼斯导弹，你的蓝翼的飞弹必须准到分秒不差。但是攻击的导弹，它的攻杀范围就非常的大。反正我打不到你左边，爆炸范围影响到你右边就可以了。所以有攻击的武器容易做，拦截武器不好做。所以拦截的武器成本非常高，攻击的武器成本非常低，相对而言，所以变成说我的攻击的武器量够的话，那你拦截的武器基本上效果不会太好。那这句话供那个台湾之盾做参考。对，是有这么一个特色在。那这个从战略来讲你要这样看哈。美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维持一个霸权，它靠什么？当然你说飞机啊、军舰啊很厉害啊等等的，这我们不否认。但是主要是它在3个地缘政治上都它控制住了。第一个就是荷姆斯海峡，第二个就马六甲海峡，第3个就是巴拿马运河。如果这3个重要的战略支柱有任何一个被其他人所控制，美国的整个战略布局在全世界战略布局就崩溃了。那荷姆斯海峡现在就其他国家来讲，它是冷眼旁观，因为他们无能为力，还在看美国有些什么战略布局或者战术活动。对美国来讲，他现在派海军陆战队干什么？就表示他有期待要占领荷姆斯海峡上面的所有的小岛。但这是不是长久之计？我个人看法，光这样占领是不够的啊。所以其他国家会觉得，你就派这一点军力，你能干嘛？我去护航，不是被打趴吗？因为在这种地方防守的成本高，攻击的成本低，防守的基本上来讲的话，你风险高，攻击的风险低。就刚才我讲那个现代战争的一个特色。那你任何一个国家，不管谁要帮忙，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哪人帮忙？你也要面对同样情形啊，风险成本高，而且效率可能很低，而对手呢不风险低，成本低，你那个你使这样2008年出来的那个技术水平，基本上成本不高。那你那个什么水下无人机，那其实就水下鱼雷啦，那个程度不能跟93大阅兵中国大陆拿出来那个来比，那差太远了啊。所以当然我们也讲过它很厉害很厉害，可是还好啦，因为这荷姆斯海峡还好啦。那所以你其他国家为什么我去你这种战术，我一看就挨打的局面，我干嘛去啊？这是第一个现实问题，我的成本高，风险高。第二个问题在说，你这个战术要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说你在荷姆斯海峡跟他对垒，根本不是办法。你要怎么样？要把战争的重心摆到德黑兰去，你才有赢的机会。这个很简单的战略道理，我都看得出来，其他人看不出来嘛？什么意思？你想想看，当时南斯拉夫为什么会妥协、让步、投降？就是你轰炸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轰炸几天？78天。那你利比亚为什么格达费会下台？利比亚的军队会撤出，因为你轰炸利比亚的首都迪利波里，轰炸多少？272天。因为你轰炸他的首都核心，其他的反对力量的军事力量才能集结嘛。你今天不是啊？你今天跑到外围跟他们的这舞文弄墨，怎么在跳舞啊？所以这种战略本身就是会输的。那你说美国有没有能力轰炸这个德黑兰？那 piece of cake， 但是政治的限制让美国做不到，这是美国的问题。就是说，美国会很多人问你你为什么轰炸德黑兰呢？你为什么呢？所以川普一启动这个战争就没有想好，他本来是想要捡便宜，就是我把你哈米尼炸掉了，革命卫队领导炸掉，国防军就会起来政变。哪知道他一直呼吁国防军接管政府，国防军不敢。为什么？你就凭这样一次轰炸就能够使革命卫队退收？那是不可能的。他的规划者从来没有去想过。比那个利比亚的能力比德黑海还差他都轰炸272天那你贝尔格兰都还轰炸78天那你德黑兰这样怎么可能？所以要让伊朗从荷姆斯海峡撤退，必须要对整个伊朗进行空前未有的大轰炸。那如果你美国做不到这一点，
那你政治上的限制，让你不能做。他其实不是军事能力绝对做得到，他只是现在政治上不可能让他做到。那做到的点就是说，让伊朗到达了什么？这个所谓斩杀线。伊朗的经济、财政，还有他革命卫队的实力，在什么样轰炸条件底下会掉到斩杀线以下？那你这个时候伊朗才可能从荷姆斯海峡退。所以你没有这个条件，只是要去荷姆斯海峡做一种防卫作战，那稳输的，那稳输我干嘛跟你赌呢？那如果你看他稳赢了，我跟你讲争先恐后啊。好，现在美国基于政治的原因，在没有办法直接轰炸德黑兰本身哦，那变成骑虎难下。现在伊朗看在眼里，则是持续的对美国挑衅，就说你有种就把你的军舰开过来吧，还说呢我背后还有中俄可以做帮忙。杨老师又怎么看？我们在过去的战争或者是安全议题上有一个法则，它叫做不对称法则。那也就我们通常讲的不对称战争。可这个不对称不是单纯的只是强弱之差哈。如果弱到你实在是根本不可能去做任何局势的影响，你基本上只是弱而已，而不会构成任何不对称能够去扳倒就是强弱之差，然后呢有胜出的机会。一定要有胜出的机会，你才会有不对称法则的这种就是运用。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可能是在强方，因为强方它拥有的这个就是条件呢，可能本身内部有它这个问题，所以它没有那么强，它看起来很强，但没有那么强。他怕的这个损失，他怕的代价，他怕的成本，会造成他自己本身行动的限制。所以它这里面会出现不对称法则。现在在伊朗跟美国的战争当中就有不对称法则。第一个在地缘上。那刚才蔡委员讲了，这个高山的，你要去打地面战争其实有它的困难。那同时，它又是中东地区的一个大国，人口将近1亿，然后60%的人是波斯人。那第二个不对称，它是军事上的不对称。美国不是很强吗？在这里，但是美国能够把所有的武器都搬到这里来吗？那最重要是。弹道飞弹跟无人机的确到目前为止，美国以色列也招架得很辛苦。这里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第3个不对称，那就是能源。能源不只是荷姆兹海峡的这个关闭能源更是就是伊朗跟海湾地区国家的这些炼油跟输出的设施。所以你看，川普打了半天打哈尔科岛，他不敢去打那个炼油设施，为什么？你打他，他打你，他打。沙烏地阿拉伯巴林的这些炼油设施，那荷姆兹海峡也不重要，因为没有油可以运出去了。所以，如果你一旦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地面部队或者是轰炸行为，可能这个炼油在这种不对称的情况之下，就变成一个代价，而这个代价可能大概不是美国或者是世界愿意付的。是，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